人类遭遇外星人绑架的事件已经有很多累积报告，不知道这是不是有关于外星文明的种族计划。本期我们就先来看看2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件。1961年9月19日，贝蒂和巴尼在深夜里开着车，在穿过新罕布什尔州时，一个不明飞行物迅速接近了他们，然后一直盘旋在他们的汽车上空。他们心里很慌张，从没见过这样的飞行器。另外，他们还从不明飞行物的窗户看到了几个奇怪人形生物的影子。遭遇不明飞行物的整个过程，他们2人之间一直保持着沟通。之后，他们把车停下来后，不明飞行物也跟着降落。随后，从里面走出了几个人形生物，他们可以明显肯定那些都不是人类。事后，这对夫妇随即将这起神秘事件报告给警方。更恐怖的是，他们突然发现，遭遇不明飞行物后的这2个小时，他们的记忆莫名其妙消失了。他们向警方提供了这起事件他们所看到的一切信息。刚开始没有人真正知道贝蒂和巴尼看到了什么，但是他们案件的诡异细节却反映出外星人绑架事件不同的另外一种版本。之后，他们被要求接受催眠调查。他们处在催眠状态的时候，回忆起自己被带出汽车，并被带上外星飞船。一路上，贝蒂还恳求抓他的外星人不要伤害他。他们进入飞船以后，贝蒂被摆放在一张台子上，似乎外星人对他进行了某种实验，他只是感觉到有针孔插入他的胃。同时，巴尼也被外星人提取了一些皮肤样本及生命样本。贝蒂和巴尼所描述的生物和小灰人的形象很符合，虽然已知的小灰人有大有小，尺寸不同，但他们都有相同的特征，都是纤细瘦削的身体，都有超大尺寸椭圆形大头和大眼睛。这起事件是现代第一个记录在案的外星人绑架案例，但这并不是最后一个。接下来我们来看第2起外星绑架事件。自1960年代以来，还有更多类似的报告。其中一位名叫卡尔斯的商业摄影师声称，他在1988年的半夜里，在海边的房子里被外星人劫持绑架。他回忆道，睡前他走到窗前，看到远处地平线上有一个奇怪的光点，他以前从未见过。他一辈子都住在海边，他可以肯定的是，那个光点不是一艘船，也不是一颗星星。接下来的几分钟，他就看着这个光点。突然间，光点腾空而起，快速飞向空中，然后消失不见了。虽然有点奇怪，但是他并没有很在意。随后他和往常一样上床睡觉。半夜迷迷糊糊中，他醒来，发现自己竟然不是躺在自己的床上，而且他赤身裸体。他试着挣脱开来，但是发现自己一动也不能动。他观察了一下周围，发现有几个人形生物，大约3个半英尺高，他们赤身裸体，有着瘦弱微小的身体，身体呈现灰白色，而不是灰色的。他们有着巨大的脑袋，头上长着巨大的黑色眼睛。他声称自己接下来被小灰人实验的过程，他被小灰人提取出卵子，然后被小灰人的某种生殖材料受精，然后怀上外星混血婴儿。小灰人将胎儿留在他体内几个星期，再将这些胎儿从他身体中取出，最后小灰人把他送了回去。其实有很多关于小灰人将人类绑架到他们的宇宙飞船的事情，然后还会把他们的这段记忆删除。当这些人再次回到外星飞船的时候，他们还能够看到这些混血后代。这些外星人绑架事件显然是小灰人利用人类的基因进行实验。不知道这是不是小灰人种族计划的一部分，也不知道他们会将这些基因带到哪里。好了，感谢大家观看。如果你还想看更多的奇闻异事，请你点赞、收藏、关注，那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谢谢大家，下期见。